他写一首歌吗？我有帮他写歌啦。哦，你这样哪里纯？我喜欢过男生，我也喜欢过女生，感觉是很像。但是你们做的事不一样啊。哦，做的事情哪里一样啊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瓦特，大家好，我是阿 U， 欢迎来到拉里拉扎Wonderland。今天我们第3集要来聊女女之间是否有纯友谊。开聊前呢，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的来宾，让我们欢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郑敬欣，你也可以叫我郑，有猫就可以等我当朋友。哦，有2只吗？来我家，也太快了吧！有猫就可以去家里，我为了养2只猫。大家好，我是阿 K 曾在熙，可以叫我阿 K 就好。我是从德国来的训犬师。训犬师，没错，你是训犬师？对啊，单身狗可以训练吗？好变态哦！大家好，我是 Joy， 今年21岁，台中人，巨蟹座，母胎单。欢迎。哇，而且还是个恋爱脑。再补充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聊纯友谊这部分。传说中女生大部分都是双性恋。英国有做一个调查，每个女生去看一个影片，就是男生自慰的影片跟女生自慰的影片，结果有高达80%以上的人哦，他们的瞳孔是有反应的。然后74%的人他们是怎么样？下面有反应哦，会起生理反应的，起生理反应，结果才发现大部分女生要么就是双性恋，要么就是同性恋，很少是单独钢铁直女的。对。那你们觉得女生有可能是真的很纯吗？还有你们对于自己那个自我认同？我先说，我觉得英国那个调查是对的，因为我前面教的7个都是钢铁直女。哦，哇，那你是反手哎，这是我唯一教过的同性恋。哇，然后就结婚了，所以还是同性恋跟同性恋可能比较合。哦，好闪啊，好喜欢啊！那我这任怎么办？他是双性恋呢。没关系，还可以掰啊，再掰久一点。等一下再跟你请教怎么把直女掰的长久一点。对，但我觉得我自己我不喜欢定义，就是别人问我说你是什么，我觉得我是不需要被定义的。你喜欢什么就是什么，不管他是什么性别。只是喜欢对方的灵魂啦。没错，灵魂。所以不要再问我是不是同性恋或者什么恋了，我就是我。还是爱阿 K 的那个人。对，这样对了。好浪漫的，我也希望可以遇到那个人说只爱我的那个。就是没关系，慢慢找了有点久这样子。好，那阿 K 呢？我100%是同性恋。100%。对，从什么时候就发现的？我上一次交过男朋友是13、14岁的时候，然后我那时候看到2个女生牵手，然后我问我朋友，他们2个是这样，然后他们还要亲亲哎，然后我朋友说他们在一起，我说这是一个选项吗？然后那时候我就注意啊，然后就看女生好像比较漂亮，然后就比较喜欢上女生，然后后面都没有交男朋友，比较喜欢上女生。这句话我蛮喜欢的。而且那个选项部分还蛮好笑的。他说以前都不知道原来有女生这个选项，现在视野直接被打开，只剩女生这个选项。对，然后现在眼里也只有俊。哇！哎，那个 Joyce，请帮我做中间下去。真的，我也快受不了了，一路开始哭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有我陪你一起哭。好，那 Joyce 呢？我觉得我一开始发现自己喜欢女生是高中嘛，高中读女校嘛，很多可爱的女生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我不排除自己是双性恋的可能性。我觉得 maybe 我还是有10%是可以受异性吸引的，但是我现在看到的都只有女生而已。所以其实这个性向光谱也是流动的，男生或许也 OK， 只是看有没有遇到那个喜欢的灵魂。对，对，我同意他说的，就是喜欢人喜欢灵魂。那我问一下俊豪，如果今天出现一个个性所有特质都跟阿 K 一样的人，可是他是男生的话，那你还会跟他结婚吗？我真的没有在看性别，因为我喜欢过男生，我也喜欢过女生，感觉是很像。就是喜欢就像你喜欢猫咪，你不会管它是3花或是黑猫或白猫，他只要是猫就可以。就那种心动的感觉，听众。但是你们做的事不一样啊。做的事情哪里一样啊？就是猫咪跟小野猫的差别。
像网络我们也有收集到那个啦啦台读者投稿分享的，就是他一直以来都是教男生，可是就是每一任都男生之后，他突然觉得好像没有那种恋爱的感觉，心动的那种感觉，对，差一点点。后来想说，好吧，他试试看女生好了，他就去交友软体认识了女生，结果一试成主顾，发现哇，整个性向光谱直接拼过去哎。但我身边其实还蛮多朋友都会这样，就是他前面几任都交男朋友，然后也是交往非常多年哦。后来他认识一个女生，被这个 T 给掰弯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回去过，就全部都只喜欢女生，而且不止一个。他也对我说了一句话，我有点印象深刻。他说：“我宁愿我的洞结蜘蛛网，我也不要让就是别的男人进入我。”哎呦，他就只接受打保龄球那2根手指头了。是。我说哇，这2根手指头的威力也是不容小觑，不容小觑。那我们来问一下 Joyce。我觉得有因为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，现在的喜欢，我喜欢一个人可以是没有目的，然后通常我在喜欢别人的时候，我也不会一直去想说我是想要去拥有他，是干嘛。所以我觉得在2个人都有共识之前，就是他其实都是纯的。那我有个好奇，你有喜欢过你的助理吗？因为通我常助理啊，对啊，通常跟助理是最亲密关系的接触嘛，他最了解你这样子，对，然后你又是一个非常恋爱脑的人，对啊，所以不然这样问问题啊，有没有心动过？对，有没有心动过？还真没有，还真的没有，目前没有，只有想要就发生关系过。对，因为毕竟助理跟别人拉鸡过，他也实在没办法对他心动。好，来，不管你们说的到底是有没有纯友谊，我们直接来做一个小测验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先呢来深呼吸，然后吐气，然后心里呢帮我想一个对象，然后我们先伸出手指头5根，总共有10个行为。然后如果我们心里有想那个对象嘛，我讲其中一个行为的时候，如果你对他是有的 ，OK， 我们就要收起1根手指头，可以理解。好，那我们先来测验看看。第一个是你和这个心目中设想的对象，你们在社交软体会不会频繁的互动留言？我都有哎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。那个频繁是多久？每天吗？1个小时啊，1分钟就大概2、3天会聊一次，就蛮频繁了哎。哦，那你这2、3天。对啊，我差点说每天对。好危险啊，好危险啊！好，来，那第2个行为是会用通讯软体聊天，而且是每天。你收起来我就敢收。哇，中间要隔一个人，这样子的话有那个嫌疑。对。下一个是2个人会单独出去旅行。那在一个房间一起睡觉？也有啊，因为他会来住我家，或者我会去住他家，睡同一张床。那半夜会牵手，或者是有其他的行为吗？有睡过同一张床，但是没有牵手，或是没有干嘛。那你有为他写一首歌吗？没有。好，来，那我们下一个行为是会单独到对方家中，你要用到下一个手指头了。好，来，下一个呢是一起睡在同一张床。那你看，有，我们刚刚想一个对象嘛，只要你的手指头用掉5根的，那么你跟这个人呢，其实就并不单纯。你的跟我差1个而已，差1个，差点要吵架，差点要吵架。所以阿培跟 Joyce 的对象并不纯，那你们心里觉得你们对他们是朋友吗？还是完全朋友？完全，我觉得他是，我觉得他不是。我不相信你。他刚开始笑，还是有那个笑容，对啊，感觉有邪念，藏不住哎。对，那种心动的感觉。我们现在马上拿吉他来弹一个，就是对这个女生的这个感觉。我们来听听看到底纯不纯？哎呀，好，我大概讲错，我有帮他写歌啦。哦，你这样哪里纯？啊，那首歌叫做《只要你开心》。只要你开心，好晕哦，好有 feel。要不干净快乐的生活，认真的该7人8落，我的浪漫都没了自由，闹钟只想和你一起过。你若是进步，我陪你走走，一首不够，我写100首，写个桌面，只要你答应我 ，Baby girl， 你听我说，只要你开心，开心，将电话讲到关机 ，Baby。都叫 baby 在一起写个场景，台北台中的距离，去你家脚印吻我也愿意，证明阴见过初级 ，baby 初级，我们就一起旅行。竟然还想说很纯，一点都不纯，纯到无法自拔哎！主持人讲话还不愿意，对啊，不然这样来把电话叫他过来。不费力，好啊，欢迎。
是纯的吗？我们一致认同不纯。毫无纯念，毫无纯念对。啊，叫他 baby， 然后到他家里，然后一直带他出去透透，还想为他写100首歌，确定躺在床上的时候没有干嘛应该有互相安慰吧。他想干嘛，但他还不会。对他太小了，对他太小了。有可能是他被干嘛，但他没有干嘛。好，下一题，同性之间这个身体界限该如何拿捏？收到的拉台投稿这个很厉害，连我都不知道怎么接。我们2个在一起，要跟你在一起很不舒服。你跟我，好，什么意思？可以，静一下，我跟俊在一起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可能俊跟一大群朋友出去玩嘛，俊跟旁边的侄女都是只剩他们家人去上厕所，然后那个侄女就躺着，就在跟俊聊天。你帮我擦一下那个防晒油好不好？我擦不到。这时候到底该擦还是不该擦？这个投稿是伴侣嘛，是我，就非常的吃醋，觉得说怎么可以不乱擦防晒，去乱碰，等下擦不到擦去哪里？有道理，滑进去当成其他的油。对啊，这样怎么办呢？对啊。如果他不在，当然就擦。那如果他之后他在吗？他吃醋的，他不在。我刚找不到你，我本来想要叫你一起来。一起擦，一起擦，对，一起擦。阿 K 是会吃醋吗？完全不会。那如其他我这次我就不爽，因为他们要先问我，就是一起啊。就是他在想那个份，因为对方如果是漂亮的或是 hot，确实要磨。确实要我，所以你还会替他开心，他会替我开心。那如果阿 K 会吃醋的话，你之后会怎么处理？如果我知道他不舒服，我就不会做，我也是会很尊重他。当然这个比较重要，那防晒油一点都不重要。他们的手，我叫那个人自己擦。那如果那个对象是你的好朋友，他只是这样跟你聊天，就是这样聊一聊，突然说，你帮我擦一下，擦不到，你没有手吗？你会直接告诉他？如果阿 K 在意的话，那阿 K 呢？也会擦，但是也是因为我知道安全感是我们的秘密，就是如果你知道你可以给你的另一半安全感，那你完全不用担心他会吃醋啊。所以这是你的责任，你就是要给他。但是你擦的，你隔天要封锁他。好办法。Joyce 呢？Joyce 擦吧。我会擦，你都单身了，对。对啊，我会擦，因为我觉得信任是2个人之间互相的给予。我觉得不管是擦防晒油或是干嘛，如果自己心术是正的话，就是你的伴侣也会知道你根本就不会做这件事情。那如果伴侣会吃醋的话，你会怎么处理？我觉得我会听伴侣，就不擦。如果他表明他真的不想要我这样子做的话，那我也没关系。第2个情境题，请问女同志可不可以跟好朋友牵手、拥抱跟撒娇，或者是说爱你哦、想你哦这样子？我觉得是可以的，只要双方都是没有被我感觉到那个目的。要怎么样看对方有没有目的？就是女生，我觉得第6感都很准，你们懂吧？那个目的感，大概。但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敌意。对，每个人都有敌意。每个人都有敌意。但也是有第6感。但我也是看他，你看得顺眼，如果看得顺眼就可以，我看不顺眼就不行。所以也是看感觉啦。对，也是看感觉。你也是吗？因为我相信他，所以为什么不要？那如果是另外一个人，就是对他有意思或者有目的，那他应该也是要告诉我。因为他也感觉得到。对，那如果他没有告诉我，那就不这样完全不行。那当然我有吃醋，不可以隐瞒啦，你都是对的。没错。就一直在那边好辛苦，不然很可爱。看的也蛮辛苦的。那 Joyce 呢？对，也是看目的性。其实我跟我的男生朋友或者女生朋友都会抱牵手，然后说我爱你或什么之类的。爱就是大声说。但是呢，会不会变成情侣关系，就是另外一个问题。那如果你对他很纯，但是这个人对你开始不太纯了呢？你还会继续吗？那我的伴侣怎么样？是不是？就是没有伴侣啊。对，我没有伴侣。不然继续啊？怎么样？你的情境你都不要给他伴侣。那下一个主题，我们来聊一下和同性感情太好，然后伴侣会没安全感怎么办？那这边有一个拉台投稿的故事，就是呢，我们2个在一起，怎么了？就是我们2个在一起，可是呢，Joyce就是有一个侄女的朋友，感情很要好，然后每个月1次还会单独出去。那我就是会吃醋，那这样要怎么处理？因为有时候没安全感是合理的，大家觉得对你不能这样，有时候是不合理的，就是那个人有一点过度吃醋。但是我们有自己发明一个，就是我们每一天一个人有30秒，只有30秒的时间，你可以随便讲一个骂你的对象，我们叫做 bitch around time，然后对方只能听。
不能回。我们因为这个，我们省掉很多吵架，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蛮可爱的，他就可以一直骂你，你就好可爱哦，会欣赏他哦，你在吃这种，那你就听进去，你也不要去狡辩什么，因为对方讲完气也消了一半。哦，那如果对方听了没有要改，是 OK 的吗？就是你听到，如果你爱他，你自己会有一点点自我反省。哦，然后另外就是你不爱他另外当然是要沟通，但是那个时间就是比如你可以说你发泄，可以发现。我觉得这是重点，因为有时候你沟通也是很难，因为用合理的沟通会吵架，感觉会吵架。怎么说？什么意思？但是用不合理的方式，好像又可以了。真的，让我们来现场示范一下。我有一人有30秒哦。好，最近我们不是有约打炮吗？然后你知道你干嘛？你是叫我放猫咪在房间里面，但是你知道我不喜欢，然后你一直叫我这样子做，然后我在床上等你，但是你知道那个猫多可怜吗？然后你害我一直都看到它们，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舒服。然后你出来的时候，我让猫咪出来，你就说那就不约了。这个让我真的很生气。你们听得懂吗？你不要回复，你先回复，你先回复。还不能回复啊！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真是我知道他在不开心什么。那我觉得是他们真的情商跟 EQ 比较高。因为我觉得阿 K 我懂这种方式很可爱的那个感觉。我觉得是本身是阿 K 可因为你只有爱， 30秒。重点是那个人可爱。真的是那个人可爱。哪个？我们两个示范一下，哎，我今天要跟你约炮的时候，你都因为那一只猫，我都没有办法好好做爱。然后我约你的时候，你又不行，分手。对啊，就不可爱。我觉得是阿 K 可爱。哎，可是如果你们爱对方，情人眼里出西施，还是有点可爱啦。那可能是我们你们不爱对方。我觉得他要在那30秒内从原本冷静，然后转到突然生气，这样也很笑。所以是那个30秒的那个时间限制让他很好笑。对，他30秒到他就不行。如果他再生气，他就要欠我一个 free pass。哦，这是另外一个 pass 规定。就是如果他超过30秒还在跟我讲，我叫他交给我一个东西叫 free pass， 我以后有那一张，我要他做什么都可以。哎，听起来比如说吵架，我要你先道歉，他就要跟我道歉。好有情绪哦。对，但是我们吵出心得来。打出心得来。不是，我要先讲，刚刚他抱怨是，我没有在跟你讲话哦。不能回，就是猫咪，你们不觉得很解吗？我说如果你想要跟我发生关系，因为他都会先洗好，我第2个洗，他就把猫咪先关在一个大房间里面，因为常常我们在发生关系，猫咪就直接到2脚中间趴着睡觉，你看下去你就没有感觉，对但是他觉得猫咪很可怜，所以他刚刚讲的是这个。会把猫一起。你们会关起来吗？如果很大的话，好像可以吧。他们还可以跑啊。等一下，这是玻璃门，你会看到他们的脸。是玻璃门，因为我们房间是玻璃门，然后他们3个都坐在那里，那猫叫。我好想当猫啊！你问题好像是那个门要不要换一下，好像不是吵这个的问题，好像是那个门要不要换一下。那如果伴侣没有安全感会吃醋，要怎么办呢？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沟通啊。如果你跟你的另一半没有安全感，就是你的错。对，那就提供给那个骂30秒的环节给大家参考，你们可以去试着跟伴侣讨论这个，但是条件是什么？彼此不走心。对。我觉得我会想要试他们的做法。对啊，因为如果让对方骂我30秒，然后去看他这样吃醋，那应该也是蛮可爱的。他好像蛮享受人家为他吃醋的感觉。对啊。那今天以上就是我们有认识到男女之间其实是有纯友谊啦。其实我觉得这边就是有很多的学习，我们可以去解决这个没安全感。第4集也会再来聊到说怎么样去交友。那既然一个不对，不然我们就换下一个嘛。就像李恩说的，下一个总是会更好。那希望大家今天有所学到。那我是瓦特，我是阿优，非常感谢你们今天观看拉里拉扎玩的乐，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来宾，阿 K 还有 Joyce。那也不要忘记持续的关注拉拉台的节目哦，要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下一集要来聊的是性爱的有趣荒谬的故事。哎呦，感觉很刺激哦，非常值得学习哦。那就让我们下期见喽，大家拜拜。你觉得我们是朋友吗？我们是朋友吗？但我喜欢你耶，我帮你当朋友，你在那边搞我东西耶！